用不着你替我求情，我有仇自己报，有过错自己领罚，用不着旁人替我操心。明光殿里，凌不疑把陈少商曾说过的话原封不动地又说了一遍，一副认打认骂的样子。凌不疑口中的仇不是他自己的，而是陈少商的。皇后寿辰前一日，陈少商被五公主带进宫献舞的小娘子拖入湖中。若非陈少商是水性，怕是活不到替凌不疑求情的那一天。陈少商逃出升天后，碍于皇后的寿辰，硬是忍到了第3日才得还以颜色。凌不疑得知后，看着身旁急着让五皇子闭嘴的陈少商，眼里满是愤怒与失望。陈少商被推下水的当晚，凌不疑曾去找过陈少商。陈少商怕凌不疑得知后冲动行事，搅了皇后的寿辰，虽哭得梨花带雨，却撒谎说自己只是想家了。冷僻宫廊下，凌不疑神情带有几分凄然地看着陈少商：“你为何不告诉我？难道我不能叫你信任，不能让你依靠吗？在你心中，我究竟算什么？”说完了这些，凌不疑转身而去，再未回头。出宫后，凌不疑在五皇子的帮助下，把复仇的目光锁定在了欺负陈少商的8个女娘身上。凌不疑先是发帖请几家路远的家主过府一叙，但人家父子几人以为有机会结交权贵，高高兴兴来到凌府后，却听见凌不疑冷声吩咐手下关门放狗，动手打人。至于几家路近的，凌不疑便径直找上门去，就这样解决了前7户人家。到了最后一家，家主刚巧在御史台当值，手下人劝凌不疑改日再打，凌不疑不听，闯入御史台，当着几位大人的面把那人拖出去，和前几家一样，打断了对方的一手一足。御史台毕竟不是街边的酒肆食坊，事情闹大后惊动了皇上。按律冲撞御史台，当着御史的面殴打官吏，至少得流放充军。但凌不疑事出有因，三皇子便提议干脆打2下，意思意思就算了。皇上本来还在犹豫，见陈少商如断线的风筝，跌跌撞撞地冲进明光殿为凌不疑求情，突然改了主意，暗中叮嘱行刑手打凌不疑要见血，并且得有沉重的伤愈。安排好一切后，皇上让凌不疑出去自领50大板，回身板着脸训陈少商：“朕打他还不是因为你呀！记住了，今天子生挨的这顿打都是为你而受。”漫天风雪中，陈少商看着平时自己都舍不得打舍不得骂的凌不疑，支着单一又宽又扁的刑杖，每一次落下都夹带着隐隐的风势，一颗心直接碎成了玻璃渣。其实行刑手打人是有讲究的，凌不疑虽看似皮开肉绽，实则都是轻伤，也不怎么疼。皇上打杀，一是为了堵住悠悠之口，二是为了让陈少商明白凌不疑对他的爱有多深。不争气的陈少商眼睁睁地看着重重落下的刑杖击在凌不疑的背上，心痛欲绝。凌不疑心里本在纳闷，但见陈少商的反应，觉得正可以借此机会让陈少商乖乖听话，便将头一歪，软软地倒在了陈少商怀中。陈少商以为凌不疑痛晕了，自然又是一阵悲泣的哭喊。陈少商抱着凌不疑痛哭的时候，三皇子五皇子都在场，唯有与凌不疑亲如手足的太子却缺席了。不是太子不愿施救，而是自从他在皇后寿宴上重遇故人之后，便失魂落魄，寝食难安。10年前，太子在娶太子妃之前，曾有一段两情相悦的恋情。太子的初恋名叫曲灵君，生得婀娜娇丽，举止端雅高贵。可惜这段感情却因太子和孙氏自小定亲，并没有走到最后。孙氏是皇帝在大业未定时，为了子孙繁衍而为太子所纳的女人。是以相比于其他皇子娶的都是高门贵女，孙氏娘家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户。后来皇上的事业版图越来越大，但孙氏并无过错，皇上也不愿因事毁诺，太子也不敢违逆皇上心意，所以这桩婚事还是延续了下来。在太子心中，端丽无双的曲灵君与相貌平平的孙氏有着云泥之别。他曾经这样解释自己抛弃曲灵君的理由：若孤悔婚，那他孙氏以后就很难再嫁得好了，岂不是害他一生？灵君不同，他出身高门，又貌美才高，没有姑也能嫁给一位门当户对的郎婿，将来相敬如宾，和顺度日。太子没有说实话，至少没有说全部的实话。他与孙氏的婚姻，在重诺和怜悯的背后，还有一个就是难以启齿却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，那就是皇后。皇后出身富可敌国的宣氏一族，舅父是拥有100万的老齐安王。她刚到花甲之期，便被老齐安王嫁给了皇上。
当时皇上已经有了妻子乐衡，为了一统天下，只能降妻为妾，扶宣室做了正室。婚后，皇上带着乐衡征战四方，夫妻情笃，留下宣室待在深宫里，孤独寂寞，长夜难眠。皇后用自己的终生幸福换了一座她从来不想要的后位，看着自己的丈夫整日对别的女人和颜悦色，开怀畅谈，心中委屈可想而知。可偏偏这种委屈她无处可说，无人可诉，因为在世人看来，她已经好命的不像话了。丈夫是皇上，儿子是太子，娘家有钱，就连情敌乐衡也深明大义得很，从没对皇后做出任何拈酸吃醋、打击报复的事情。但皇后的落寞，从小在她膝下长大的太子看在眼里。当他第一次见到与皇后有几分相似的孙氏时，便想起了柔弱无依的母亲。再加上又有婚约礼法在前，是以他再喜欢曲灵君，最终还是选择了娶孙氏为妻。为人君者，欲戴王冠，必承其重。权势滔天的背后，少不了以信守承诺、维持公义为名的妥协和放弃。10年前，皇上明知太子有心仪的对象，却没有悔婚，是因为君子一诺，驷马难追，为君者当真有做天下之表率。10年后，凌不疑擅闯御史台，皇上虽有心维护，但该打的50大板一下都不能少，因为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先河开不得。太子抛弃曲灵君，于皇上而言是信守承诺，于太子而言是顾全大局。可曲灵君何故要在不幸的婚姻里蹉跎10年，度日如年吗？